4个人挑战在零下50度的冰柜里生存，只要能坚持到最后，就能赢得神秘大奖。期间还要通过旋转轮盘决定是需要接受惩罚还是获得奖励。4名小伙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，可没想到主持人早已将冰柜提前为他们冷场，只为带来极致的体验。这冰冷的空间看着就令人毛骨悚然，没想到4个人义无反顾地钻了进去，几人立刻就体会到了主持人的良苦用心，瞬间有了一种过冬的错觉，并且将自己包裹得严丝合缝，绝不暴露一丝皮肤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就打算这样好好的睡去。当几人全部准备好后，主持人立刻将冷气开到零下10度，这一变化瞬间令黄毛不淡定了，大吵着想要出去，然而他也只是咋呼一下，主持人还贴心地为他们关好门窗，生怕如此寒冷的空气会白白流失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几人呆得有些烦躁起来。条纹哥也是呆得百无聊赖，他表示要是自己能带个游戏机进来，或许能更舒服一些。黄毛则试图感受一下室外的温暖，不只是黄毛受不了这冰冷的感觉，短毛脱下帽子直接包裹在脚上，并且将头都用毯子全副武装，光是吐出一口气都能感受到人间仙境的状态。此时的几人不停地辗转反侧，丝毫没有睡意，不是不想睡，只怕眼一闭就再也睁不开了。很快时间就过去了8分多钟，这时主持人打算第一次转动轮盘，结果竟摇到了奖励，他们将会得到1条毯子。然而主持人只拿了3条，接着再次转动一次，这是决定谁不会得到毯子。主持人将毯子分别放入冰柜里，而唯一没有得到毯子的条纹哥却丝毫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。虽然主持人也觉得这样做似乎并不公平，然而这就是游戏，任何游戏都有随机性。此时得到毯子的3人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而条纹哥只能无奈地辗转反侧，以此来保证舒适的温度。即使这样都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接着将主持人叫到身旁，表示自己身体非常冷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主持人告诉他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，说不定神秘大奖就是你的呢。可转身后的他也不禁为挑战者担忧起来。此时每个冰柜的温度已经接近零下30度了，一眨眼时间来到20分钟，主持人立刻转动轮盘。这次的惩罚是每人做25个俯卧撑，而看似是个惩罚，可在虾哥看来这无疑就是一项热身运动。几名参赛者没有丝毫的抱怨，立刻翻过身来接受惩罚。此时几人根本停不下来，因为再不运动身体马上要被冻僵了。几人在热身过后立刻缩回到毯子里，只有条纹哥再也受不了了，直接从冰柜里爬了出来，他也成为第1位淘汰者。条纹哥表示任何事情都没有自己的身体重要，还建议粉丝们吃饱了撑的也不要模仿，没吃饱的赶紧去吃饱饱。此时冰柜里的3人哪怕都冻成了企鹅，都阻挡不了想要赢得神秘大奖的决心。很快时间来到30分钟，主持人转动第3次轮盘，本轮的惩罚他们脱掉自己的衣服，这一惩罚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几人更是同时问候起主持人的母亲。在主持人的一再要求下，他们才满不情愿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，幸好没有收走毯子，几人也再次将自己包裹起来，像极了冬天赖床的样子。而黄毛有着自己的取暖方式，独自再次做起了俯卧撑，还有人大声喊叫，以此来保持身体的热度，甚至几人还在隔空喊话来排解自己的寂寞。可哪怕几人全都冻得跟孙子似的，都没人愿意放弃挑战。又经过几分钟后，平头哥被冻到失去了知觉，再也忍受不了的他果断从里面爬了出来。此时他已经坚持了43分钟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出来后的他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不得不围上了毯子保暖。另一边眼镜哥人没冻坏，可手机被冻到自动关机了，看样子还是人进冻。此时两个在冰柜里辗转反侧，躺平难安，每1分钟都是对自己的煎熬，甚至墙壁上的水珠都已经结冰。黄毛更是接近崩溃，就连虾哥都不禁为他们担忧起来。主持人眼看他们已经坚持了50多分钟，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，打算尽快分出胜负，他可不想成为杀手。随后分别在冰柜旁放置一盆冷水，掀开门后一股脑的全部倒了进去。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，终于有人选择不再坚持，立刻从里面爬了出来。本以为黄毛是个菜鸡，没成想竟是王者。恭喜黄毛赢得最终的胜利。这时主持人才发现，他竟在里面坚持了整整1个小时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当主持人打开神秘宝箱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知道主持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？